我的老公出轨了，小三怀孕3月，是个男孩。这件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但我的老公和小三却以为我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对此，我既激动又愤怒，因为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终于谋划好了一切，成功变成了这个小三的产检医生。今天就是我复仇的开始，我要让小三付出血的代价，让我那个人渣老公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之中。不，我要让他活在地狱。此刻，我从医务室里换上白大褂，戴上消毒口罩，来到了接待室。接待室内，那个挺着大肚子、浓妆艳抹、长得尖酸刻薄的小三已经在等着我了。他一见到我，就尖着嗓子说：“李医生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今天感觉头点不太舒服呢。等了3个月，就是为今天能够亲手将他们最宝贝的孩子拿掉。3个月刚好能看出性别，而且还没成型。我要他们亲手签流产手术同意书。现在孕期3个月的张媛媛在市里最好的私人医院产检，而我则是市里最好的公立医院的产科主任。在此之前，张媛媛曾是我们科室过来跟踪学习的学生，学了1个月就说要回家嫁人，原来是所嫁此人啊。为了今天，我特意安排了一下，和我们医院又打好了招呼，这才安排我在今天替人看诊。我心安理得地坐在主任科室的座位上。我看过张媛媛的就诊报告，她的胎气不稳，而且本身身子不太好。这孩子要生也可以，但是需要大量的金钱和人力。我的老公罗旭只是个小职员，那这个大量的钱从哪儿出呢？不就是从我身上出吗？小周帮我办好这件事，你的转正报告我这边就会帮你签。你看呢？我看向戴着口罩的周青，刻意压低声音。周青笑得眼睛都弯了。新姐姐，我都说了，我就比你小5岁，你叫我周青就行，不用这么老套的，就算你不签，我也会帮你的。很快，护士就带着张媛媛来。我看到张媛媛，心里不由得一阵恶心。周青直接打开仪器，命令：“请病人躺好，跟着操作来哈。”张媛媛走的时候，周青刚来，所以2人并不认识。被周青这么一下，张媛媛只好躺在床上闭上嘴。张小姐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你的小腹出现淤血，严重的话不但会影响胎儿，还是会影响你的健康。淤血出现的原因，应该是近期您和您先生同房的原因。周青摘下口罩，露出一张帅脸，看得张媛媛更加脸红。您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，对孩子也不负责任。明确的告诉你，这个孩子应该是保不住的。张媛媛听了这话，顺势就要哭着往周青身上靠，没想到被周青后退一步躲开了。正好办完手续的罗旭过来，一听到这儿，不由得脸都拉长了。那大夫，我们做，幸好孩子还才3个月，没成型呢。罗旭话一出，张媛媛泣不成声，哭着哭着，竟然晕倒在罗旭怀里了。如果您同意的话，就走流程吧，快的话，今天下午就可以手术的。罗旭没有怀疑，立刻将张媛媛的手术同意书签字了。看到手术台上躺着的张媛媛，我心里扬起滔天的恨意，恨不得就这样杀了她才好。但是我克制住了，我静静地看着她，然后开始手术。过程中，因为是半麻醉，张媛媛在淡定地玩着手机。我一边做手术，一边和她搭起话来：“张小姐这么年轻，怎么这么快就有孩子了？”张媛媛轻哼一声，还不是因为她家那个黄脸婆，也就是前妻哈，我可不是什么情妇。她前妻生不出吗？她妈妈又喜欢小孩，所以就……我手下动作稍微快了起来。哦，那这个孩子打掉以后，
你们还准备怀孕吗？近期之内可能不行呢。谁要和他怀孩子，这个也是不小心。男人嘛，你知道的图爽，结果就有了，有了就有了呗。本来还想着靠这个孩子狠狠叫我老公大出血的。张媛媛并未发现，周清早就默默打开了手术室的监控，只是调整了一下，没有画面。哦，这样，我看您和您先生挺恩爱的呀，怎么钱不受您的管控？嗨，还不是那个贱，那个黄脸婆离个婚，把钱都带走了。您看我们现在能在这儿看病，都得托关系找人呢，都怪那个死女人，生不出的母鸡，还作妖。我手上的动作很快，手术已经完成。张小姐，看这个情况，您好像已经不是一次打胎了。您之前竟然没有告诉王大夫，就诊记录上也没说。您的子宫壁这么薄，恐怕以后都不能怀孕了。我故意等到做完手术才说的。说完以后，我也不等张媛媛反应过来，就出去洗手了。戴着满是血污的手套洗手，我的心情是又酣畅又痛快，可多少也有点心酸。一时间，负责的情绪涌上心头，我泪如雨下。什么？你们？这是医疗事故，我要起诉你们！周青迅速地和护士做好术后清理和伤口处理，接着严肃地摘下口罩。张小姐，您的就诊过程全程都有录音录像的，您确实没有告诉我们您先前多次打胎的经历，而这个话也正好被赶到手术室外的罗旭听了个一清二楚。我冷笑，换下防护服，示意护士先离开。张媛媛此刻脸色煞白，罗旭完全不管他才刚刚做完手术，上去就对着还在床上躺着的张媛媛就是一巴掌。你个贱女人，竟然多次打胎，也不知道是棘手货色，竟然还在老子面前装清纯。我惊讶罗旭变脸得如此之快，要知道他在邻居和我单位里营造的可是10佳好老公人设，斯文和儒雅一向是他的代名词，竟然张嘴就是脏话，到底还是我小瞧了他。张先生，病人现在刚进行完清宫手术，您不可以对他动辄打骂，还请您出去。出于人道主义，我还是友情提醒了一下。看到我，罗旭更是气不打一处，就是你这个庸医，先前我们还是王大夫看的，怎么换成你了？你是哪个科室的？有没有行医资格证？我缓缓摘下口罩，一脸的冷漠和孤傲。我是全市妇产科最年轻的权威，于心也是你名正言顺的太太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资格给你情妇做打胎手术呢？看到我的那张脸的那一刻，罗旭噤声，整个人呆住。罗旭，这场手术很完美，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你们的孩子本来保住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钱，如果你想说你要投诉我，那绝对不可能。说完，我丢下这2个人，走到外面换好衣服准备走。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，罗旭竟然全然不管躺在病床上刚为他做过打胎手术的张媛媛，而是冲出来跪在地上拉住我的手。老婆，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。我蹙眉，还没等我开口，旁边的周青立刻上前推开他，将我护在身后。罗旭，你出轨和养私生子实锤，你还企图让于心原谅你，你怎么有脸呢？我凝眉抬头，看着这个眼前像一堵高墙一般挡在我身前的男人，心里竟然久违的感到暖意。罗旭看到周青，愣了一下，很快明白了什么，他冷笑着站起来，指着眼前的我们，于心，你还说我养小三，你不一样，和你的小助理眉来眼去。哼，你清高你厉害，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患者做打胎手术，你还有理是吧？还有，
你和这个小贱男好了多久了呀？来来来，说。他话刚说完，一记拳头就砸在他的脸上，很快就是拳头如雨点般的落下。罗旭看着人五人六的，其实只有我知道，他根本经不起来去的。至于周青，恰恰与他相反，看上去文质彬彬，其实我经常能在健身房碰到他。周青属实是气着了，要不是我拦着，恐怕今天罗旭都不能走出这家医院。不许你侮辱于心老师，他是妇产科的精英和翘楚，怎么可能因为个人原因害你的孩子？是你自己心虚加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周青脱下白大褂，衬衫勾勒出他完美的曲线。还有，没错，我是喜欢于心老师，因为他很优秀，因为他值得。你不珍惜，不代表别人不珍惜。但是我和于心老师什么都没有。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？龌龊！我愣住了，紧接着是蹙眉。不管是真心还是为我解围，这话我不需要。没有说话，我上前看着已经不成人样的罗旭，蹲下，用满是怜悯的眼神看着他。罗旭，从前我可不知道，我身边躺着的不是人，而是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生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怀孕了。这话是假的，他不行的，我们也就差点并未成功。没错，就是你酒醉微醺那一次。真是巧呢，张圆圆的孩子没了，我的孩子就来了。我并未注意到，我说这话的时候，身边的周青明显一愣。为了孩子，我可以容忍你这一次，不过我要和你签协议，因为你花我的钱养女人，所以我保留起诉离婚的权利。我怀孕的消息也告诉你家里人了。听到这话，罗旭猛地张大眼睛，有些害怕的看着我。我露出瘆人的笑容。是的，你包养张圆圆，有孩子并流产的事，我也告诉你家里人了。你好恶毒。是，我恶毒，所以啊，我不会和你离婚的。毕竟我们酒店和酒席都订好了，为了孩子，我们也要把礼仪办了。你说呢？我起身，蹲得太久都有点头晕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愿意放弃一切财产，并且归还陪嫁，还有放弃这套房子的所属权，我就饶了你，以后安心过日子，还会将所有你出轨的证据都烧掉。说着，我在手术室外的置物柜里拿出早就放好的协议书，签吧。签完以后，我会让律师去做一切手续。不签，你的事就不单单只有你家里人知道，而且我还会以婚内出轨的名义起诉离婚。我歪了歪头，示意他签字。这个时候，张圆圆拖着羸弱的身体，穿着手术服，颤颤巍巍的跑了过来，跪在罗旭身边。不要啊，阿旭，签了我们就一无所有了，求你别签，和他离婚，我以后一定死心塌地跟着你。我轻笑，犹如地狱来的魔鬼，看着这一对苦命鸳鸯。周青，拍照。我一声令下，周青这才反应过来，哦了一声，掏出手机咔咔拍，现场取证，最好不过。本来罗旭还犹豫，可听到张圆圆的话后，却直接签了字，像是立头名状一般。他用充满乞求的眼光将协议书递到我面前。我满意的接过协议书，其实这份协议书根本没有效益，但欺骗罗旭足矣。我不但要办婚礼，还要给罗旭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我上前扶起企图挣脱我却没有成功的张圆圆，用只有我们俩才能听见的声音道：好好养身子，该给你的我一分都不会少了你，前提是你乖乖听话。我笑靥如花的离开，紧接着这份协议就出现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聊中。看到协议书的内容，我那好事的婆婆脸都气炸了，破口大骂说我存心不良。
紧接着，我将刚拍的照片往群里一贴，这个照片呀，可能很快就会被村里人知道呢。刹那间，群里一片安静。过了大约半分钟，婆婆才发了一条语音消息来：糖糖，都是罗旭的错，哪有要回陪嫁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男人嘛，哪有不偷腥的？糖糖，看在张勋一心一意待你的份上，咱这陪嫁就别计较了。我们家可是出了30万的陪嫁，彩礼不过18万8，好意思叫我别计较？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，剩下的10万应该给罗旭的弟弟做彩礼了，所以他们拿不出来。妈，要是拿不回陪嫁，这个事就可能被弟媳知道呢。您说，有这么个哥哥，弟媳还放心嫁过来吗？张日找的是个高学历女生，女生初恋，家里又好说话，所以只要了10万的彩礼。可谁知道张日在外面是不是和他哥一样呢？一听到我说这个话，张日就不高兴了。嫂子，大哥做错事，关我和小妮什么事啊？再说，那陪嫁都已经给小妮。刚发出来，张日就发觉不对劲，想要立刻点撤回，没想到我直接听完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我的陪嫁可是1分钱没浪费。你哥出轨养私生子，你们居然还有脸拿我的钱养弟媳？既然话这样说，我立刻就把消息发给弟媳。高知家庭可最注重人的素养和内涵喽。说着，我截图我和关妮妮的空白对话框放群里。这一下子，张日心里慌了，立刻求饶：好，我们还就是了，没事，妈手里还有20万存款呢。这一下子可就说漏嘴了吧？我浅笑，紧接着婆婆应该是在那头教训去张日。群里安静起来，我开始寸步不让，今晚我就要看到陪嫁钱到账，否则这个婚别结了。至于婚礼的钱，也都是你们家出，原本说我的我家出一半本就不应该。为了显摆，婆婆可是请了全村人吃酒席，还订的市里最好的酒店，酒席加婚庆就要10万块。本来说好我们家出一半，但是这一次我就要铁公鸡婆婆大出血。好消息，肚子里的是男孩呢，3个半月了。还有，不办婚事就直接离婚，孩子跟我。听了这话，一向传统的婆婆彻底慌了。本来她就一直催罗旭搞大我的肚子，想趁此免去彩礼。这一下，罗旭有错在先，我又怀了个男孩，他立刻妥协。很快，我的手机传来提示，支付宝到账30万。我坐在办公室内，看着面色苍白如纸的张圆圆轻笑，而旁边的周青一直守着我。至于罗旭，已经被送去急诊室缝针了。你根本没有怀孕，对吗？他从手术室出来，甚至都没时间拿手机，还穿着手术服呢。我不用担心他录音，但是我还是谨慎地点了点头。你，于心，我小瞧了你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们的？我的笑容越发的淡，眼眸垂下，思绪飘到3个月前。你应该忘记了，你和罗旭去医院检查身体，那天我正好和助手在隔壁医院帮忙。就是这样巧，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故意让我看到真相。我闭眸，像是有些难受，但很快就恢复脸上的淡漠。你知道吗？我在罗旭的车上装了监控，还有我家里，你们的每一次我都能看到。不要和我说你爱罗旭，他不行的。除了体面的工作和收入，还有什么是值得你留念的呢？一时间，张圆圆的神色黯淡。我知道，我说对了。我昂首，医院的消毒水味立刻窜入我的鼻子，但是我已经习惯到麻木，就像是我对罗旭的出轨一样。你对罗旭有几分真，他对你就有几分用心。你觉得
没有这个孩子，你能留得住罗旭多少？张圆圆张了张嘴，想要驳斥我，但还是低下头。我们做个交易吧，我帮你得到你想要的张太太的身份，你继续待在罗旭身边。张圆圆惊讶地看着我，她看不懂，也很害怕这样冷静而又冷漠的我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轻哼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最相配啊，不是吗？你已经生不出孩子，他也很快就失去一切，难道你们还想要害别人吗？这个交易对你来说百利而无一害。我要是你就答应。张圆圆犹豫了，她果然上钩。她不知道，我所有的交易都是在引诱他和罗旭一步步走向不能回头的深渊。他答应了，而我也开始慢慢编织我那张咬人的大网。自从张圆圆答应了我的交易，日子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潮汹涌。我如同一位精心布局的棋手，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，在暗处悄然落子，编织着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，将罗旭和张圆圆牢牢困在其中，等待着他们一步步踏入我设下的陷阱。我利用自己在医疗行业多年积累的人脉，不动声色地展开了行动。我与罗旭公司一些和我相识的员工巧妙周旋，不经意间透露出关于罗旭工作上的负面传闻，暗示他在项目中粗心大意，导致重要数据出错，给公司带来了潜在的巨大损失。这些传闻就像致命的病毒，在他的职场圈子里迅速蔓延开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罗旭所在公司的领导本就对他近期工作时的心不在焉颇为不满，听闻这些言之凿凿的传闻后，对他的信任更是降至冰点。很快，公司里重要的项目不再交给他负责，他被边缘化，手头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事务。罗旭敏锐地察觉到了工作上的异样，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，但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一切都是我在背后精心策划的。他开始整日借酒消愁，酒精麻痹着他的神经，让他暂时忘却工作上的失意。回到家后，他将心中的怨气毫无保留地发泄在张圆圆身上，对他的态度愈发恶劣，动辄就大声呵斥，甚至有时还会摔东西。张圆圆身体尚未完全恢复，本就虚弱不堪，却还要面对罗旭的喜怒无常，心中满是委屈和无奈。但为了那所谓的张太太身份，为了那虚无缥缈的未来，他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，将泪水和痛苦都咽进肚子里。我时不时会以关心的名义联系他，用温柔的语气询问他的近况。圆圆，我听说罗旭最近工作不太顺，不会把气撒你身上吧？男人在外面受了气，回家就容易找女人撒火，你可得多留个心眼儿。每次说完这些话，电话那头都会陷入一阵沉默。我能感觉到张圆圆的不安和恐惧在蔓延，心中暗自得意，知道自己的计划正有条不紊地生效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正逐渐变得紧张和脆弱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在紧锣密鼓地着手处理和罗旭的婚礼事宜。婆婆虽然心疼那即将大出血的婚礼费用，每一笔支出都让她肉疼不已，但在我的强硬态度以及孙子的诱惑下，她也只能咬牙筹备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婚礼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罗旭却越发萎靡不振，整个人憔悴不堪。他试图挽回工作上的局面，四处奔波解释，找领导谈心，向同事们澄清，但那些负面传闻就像复古之居，怎么也摆脱不掉。他的努力最终都无济于事。而我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，不断提高预算，将原本普通的婚庆布置换成了豪华版，精美的鲜花、
华丽的灯光，精致的装饰，每一样都价格不菲。酒席菜品也全部升级，从普通的菜肴换成了高档的海鲜和珍馐美味，让婆婆心疼的直抽抽，却又不敢吭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钱如流水般花出去。婚礼前1周，我找了个借口，让罗旭陪我去挑选结婚戒指。在珠宝店内，璀璨的灯光下，各种精美的戒指闪烁着诱人的光芒。我故意挑选那些价格昂贵、款式夸张的戒指，拿在手中细细端详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。罗旭看着价格标签，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，额头上甚至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糖糖，这戒指太贵了，咱们没必要买这么好的吧？他小心翼翼地劝我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哀求。我冷笑一声，眼神中透露出不屑和嘲讽。怎么，现在知道心疼钱了？你在外面养女人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钱？这婚要是不结，你出轨的事可就彻底曝光了，到时候你工作没了，名声也没了，看你怎么办？罗旭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嘴唇微微颤抖着，脸上写满了无奈和痛苦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刷卡买下那枚昂贵的戒指。婚礼当天，酒店被布置得金碧辉煌，鲜花的芬芳弥漫在空气中，华丽的装饰让人眼花缭乱。宾客们陆续到场，他们穿着盛装，脸上洋溢着笑容，期待着这场盛大的婚礼。罗旭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却掩盖不住脸上的疲惫与无奈，他的眼神空洞，仿佛失去了灵魂。我穿着华丽的婚纱，像一位高贵的公主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心中却满是对这场闹剧的嘲讽。婚礼进行到宣誓环节，整个大厅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。我突然从伴娘手中接过话筒，清了清嗓子：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请大家来，不只是为了见证我和罗旭的婚礼，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。现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我，不知道我要说出什么惊人的话语。我目光扫向罗旭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身体微微颤抖着，眼中充满了恐惧。罗旭，你以为你出轨的事能瞒得住吗？张媛媛，那个怀孕的女人，你们的丑事我早就知道了。今天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副虚伪的嘴脸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示意周青播放提前准备好的视频。视频里是罗旭和张媛媛亲密相处的画面，还有他们在医院产检的记录。现场一片哗然，宾客们纷纷交头接耳，脸上满是震惊与鄙夷。大家的目光在罗旭和我之间来回扫视，眼神中充满了指责和唾弃。罗旭想要冲上台抢夺话筒，试图阻止视频的播放，却被保安拦住。他挣扎着，如同一只被困住的野兽，发出绝望的嘶吼。婆婆瘫坐在地上，脸色铁青，嘴里不停地骂着罗旭，声音尖锐而刺耳。张媛媛此刻也在酒店外，她听到里面的动静，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想要冲进来，却被门口的保安挡在外面。她焦急地拍打着门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我看着这混乱的场面，心中的快感油然而生。这场复仇终于达到了高潮，我多年来的痛苦和委屈在这一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。婚礼彻底变成了一场闹剧，罗旭身败名裂，工作也丢了，他失去了所有的尊严和地位，成为了众人唾弃的对象。张媛媛知道自己被我利用后，心灰意冷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。她收拾好行李，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去寻找新的生活。婆婆因为受不了打击，病倒在床上，每天都在悔恨和痛苦中度过。
而我在这场风波后，彻底摆脱了罗旭，重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。周青在这场复仇中始终陪伴着我，他默默地支持着我，给我力量和勇气。他对我的感情也愈发深厚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决定接受周青的感情，和他一起开启新的人生。几个月后，我和周青一起去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旅行。漫步在小镇的石板路上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暖融融的。两旁是古色古香的建筑，墙壁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周青牵着我的手，他的手温暖而有力，传递着无尽的爱意。他温柔地看着我，糖糖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，让你幸福。我微笑着点头，看着眼前这个真诚的男人，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。回想起那段痛苦的经历，我不再感到悲伤，因为那些苦难让我成长，也让我遇到了真正对的人。我知道未来的日子会充满阳光，而我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结局。在这个宁静的小镇上，我们一起欣赏着美丽的风景，品尝着当地的美食，分享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我们的笑声在小镇的上空回荡，那是幸福的声音，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声音。岳阳在我们的悉心呵护下茁壮成长，转眼间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。送他去幼儿园的第一天，小家伙紧紧拉着我的手，眼神中带着好奇与一丝不安。我蹲下身子，温柔地对他说：岳阳，幼儿园里有好多小朋友和好玩的玩具，你会喜欢那里的。周青也在一旁鼓励着他。最终，岳阳松开我的手，迈着小短腿走进了教室。看着他小小的背影，我心中满是感慨。孩子的成长总是在不经意间。然而，幼儿园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。一段时间后，老师找到我们，说岳阳在幼儿园里不太合群，总是自己一个人玩，不愿意和其他小朋友交流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和周青都很担心。晚上，我坐在岳阳身边，轻声问他：宝贝，为什么不和小朋友一起玩呀？岳阳低着头，小声说：我害怕他们不喜欢我。我心疼地将他抱在怀里，安慰道：不会的，岳阳这么可爱，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你。你要勇敢地和他们说话，一起做游戏。周青也在旁边给岳阳讲自己小时候在幼儿园的趣事，鼓励他迈出第一步。为了帮助岳阳，我和周青开始组织一些家庭聚会，邀请同事和朋友带着孩子来家里玩。一开始，岳阳还是有些害羞，但在我们的引导下，他逐渐和其他小朋友熟悉起来，开始一起玩玩具、做游戏。看着他脸上绽放出的笑容，我和周青心中的石头落了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和其他家长交流育儿经验，互相学习，共同成长。与此同时，我的科研项目遇到了瓶颈。团队在研究降低剖宫产率的方法时，实验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，大家都很沮丧，甚至有些成员开始怀疑研究方向是否正确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召开了一次团队会议，鼓励大家不要气馁。我们遇到困难很正常，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成长。大家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在会议上，大家各抒己见，经过激烈的讨论，我们决定调整实验方案，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研究。周青在这个时候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，他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帮我收集资料、分析数据，陪我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期。在项目艰难推进的同时，周青的工作也出现了新的挑战。公司接了一个大型项目，涉及到多个领域的合作，
难度非常大。作为项目负责人，周青需要协调各方资源，确保项目顺利进行。那段时间，他经常加班到很晚，回到家时已经疲惫不堪。我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每天都会为他准备好热水，帮他按摩放松。有一天，周青回到家，满脸愁容。他说，在项目合作中，有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突然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导致项目进度受到影响。我安慰他说，别着急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。你可以试着和他们沟通，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，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在我的鼓励下，周青重新振作起来，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，终于和合作伙伴达成了共识，项目得以继续推进。随着岳阳在幼儿园逐渐适应，他开始展现出对绘画的浓厚兴趣。幼儿园的墙上经常能看到他的作品，虽然画的还很稚嫩，但充满了想象力。我们给他买了各种绘画工具，鼓励他自由创作。有一次，幼儿园举办亲子绘画比赛，我和周青陪着岳阳一起参加。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桌子前，一起画画，画面温馨而美好。岳阳画了一幅我们一家三口手牵手在公园里玩耍的画，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我和周青都觉得无比幸福。最终，岳阳的作品获得了比赛的优秀奖，他拿着奖状，笑得格外灿烂。就在我们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，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张媛媛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他通过朋友联系到我，说想和我见一面。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面，他看起来比之前精神了一些，但眼神中还是透露出一丝疲惫。他告诉我，在我的鼓励下，他去看了心理咨询师，也找了一份工作，虽然辛苦，但生活有了方向。这次来找我，是想感谢我。他说，商堂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还在黑暗中徘徊。谢谢你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勇气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感慨万千，说，其实真正帮到你的是你自己，只要你愿意改变，生活总会给你希望。我们聊了很久，分享了彼此的生活经历。分别时，我真心祝福他未来一切顺利。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间岳阳上了小学。他在学校里成绩优异，性格也变得开朗活泼。学校组织亲子运动会，我和周青都积极参加。在接力比赛中，我们一家三口配合默契，一起冲向终点。看着岳阳兴奋的样子，我和周青相视一笑，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在工作上，我的科研项目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。我们研究出了一种新的方法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剖宫产率，提高自然分娩的成功率。这个成果在业内引起了轰动，我受邀参加各种学术会议，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。周青的项目也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，他因此得到了公司的表彰和奖励。在一个周末，我们一家人去郊外野餐，阳光明媚，绿草如茵，周围的花朵竞相绽放。岳阳在草地上奔跑玩耍，我和周青坐在野餐布上，看着他的身影，心中满是幸福。周青突然对我说，糖糖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，现在的生活真的很美好。我靠在他的肩膀上，说，是啊，这一切都来之不易，我们要好好珍惜。岳阳跑过来，躺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一家三口紧紧相拥，享受着这温馨的时刻。回首过往，从最初遭遇罗旭的背叛，到如今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我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。那些痛苦的经历虽然不堪回首，但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。
我很庆幸自己在最黑暗的时候遇到了周青，他一直陪伴着我，支持着我，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。而岳阳的到来，更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希望。我知道，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，但只要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追求幸福的脚步。我们会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，一起见证岳阳的成长，一起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随着岳阳的成长，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愈发强烈，开始对天文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经常拉着我和周青，让我们陪他一起看星星，给他讲解宇宙的奥秘。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，我们给他买了许多天文书籍，还带他去天文馆参观。在天文馆里，岳阳看着那些浩瀚的星空模型和奇妙的天文现象展示，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他认真地听着讲解员的讲解，不时提出一些问题，展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求知欲。在学校里，岳阳因为成绩优异，被老师推荐参加了数学竞赛。他为了准备竞赛，每天都认真学习，做大量的练习题。我和周青在一旁鼓励他，给他加油打气，同时也提醒他要注意劳逸结合。竞赛那天，我们一起送岳阳去考场，看着他自信满满的走进考场，我们心中充满了期待。考试结束后，岳阳兴奋地跑出来，告诉我们他考得很不错。最终，岳阳在竞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，为学校争得了荣誉。他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回报，这让他更加坚定了学习的信心。我的科研成果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，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采用我们的方法，帮助更多的产妇实现自然分娩。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在医学领域继续探索的决心。为了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，我带领团队开始了新的研究课题，希望能够在妇产科领域取得更多的突破。周青在工作上也继续稳步前进，他凭借出色的能力和领导才华，被公司提拔为部门经理，负责管理更大的团队。他在新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优势，带领团队不断创新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。然而，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。有一天，周青突然接到通知，公司要派他去外地工作一段时间，负责一个重要的项目。这个项目对公司来说至关重要，周青无法拒绝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们一家人都有些失落，尤其是岳阳，他舍不得爸爸离开。但我们都知道，这是周青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，我们都支持他。在周青离开的日子里，我一个人承担起了照顾家庭和岳阳的责任。虽然有些辛苦，但我知道我必须坚强。我每天送岳阳上学，陪他做作业，关心他的生活和学习。同时，我也努力平衡好工作和家庭，不耽误科研项目的进展。周青在外地工作也很辛苦，他每天都要忙碌到很晚，但他总是会抽出时间和我们视频通话，关心我们的生活。他会给岳阳讲他在外地的趣事，鼓励岳阳好好学习。岳阳每次和爸爸视频通话都很开心，他会把自己在学校的情况告诉爸爸，还会给爸爸展示他的绘画作品和学习成果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和岳阳都学会了独立，我们相互陪伴，相互鼓励，共同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光。几个月后，周青顺利完成了外地的项目，回到了我们身边。一家人团聚的那一刻，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岳阳紧紧地抱住爸爸，不愿意松开。周青看着我和岳阳，感慨地说：“这段时间我真的很想你们，回家真好。”
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周末，去公园游玩，一起做饭，享受着久违的家庭时光。随着岳阳进入青春期，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主见，和我们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小摩擦。有一次，岳阳因为和同学出去玩，回来得很晚，没有提前告诉我们。我和周青很担心，等他回来后，忍不住批评了他几句。岳阳觉得我们不理解他，和我们发生了争执，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关上了门。我和周青意识到，孩子长大了，我们需要改变和他沟通的方式。我们冷静下来后，一起去岳阳的房间，和他心平气和的交流。我们告诉他，我们担心他的安全，希望他以后出去玩能提前告诉我们。岳阳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向我们道歉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更加注重和岳阳的沟通，尊重他的想法和选择，我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。在工作上，我和周青都继续努力，追求自己的事业目标。我在科研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，为妇产科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。周青在公司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，他带领团队开拓新的业务领域，为公司创造了更多的价值。我们在各自的事业上相互支持，相互鼓励，共同成长。岁月匆匆，转眼间岳阳考上了大学，离开了家，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。送他去大学报到的那天，看着他充满朝气的背影，我和周青都感到无比欣慰。我们知道，孩子已经长大，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了。虽然心中有些不舍，但我们更多的是为他感到骄傲。在岳阳离开家后，我和周青也开始重新规划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一起去旅行，去看那些曾经想去但一直没有时间去的地方。我们一起学习新的技能，丰富自己的生活。我们的感情也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深厚。我们一起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，感慨生活的美好。回首这一生，我经历了背叛、痛苦、成长和幸福。那些曾经以为无法跨越的困难，都在时间的洗礼下变得微不足道。我很感激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伤害过我的，还是帮助过我的，他们都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。我和周青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，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。我们看着岳阳长大成人，看着他追逐自己的梦想。我知道，未来的日子里还会有新的挑战和机遇等待着我们，但我毫不畏惧，因为我拥有爱我的家人，拥有美好的回忆，拥有对未来的无限期待。我们会继续珍惜当下，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每一份美好，一起书写属于我们的幸福篇章。